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墨西哥正在研究各种方案，以吸收多达400亿美元的 Pemex 债务，相当于未来总统任期内到期的金额。下一条，加州出台新法律后，一场农牧场工人维权斗争正在兴起。该法律使工人们组织工会的过程更简单。数百名工人申请将伍斯特纳公司 Wasco 分部的工会化，但该公司声称其存在欺诈行为。此项听证会的结果将决定新成立的工会是否合法。接下来这条，西班牙第二大银行 BBVA 对 Banco de Sabadell 发起敌意收购，此前其较早的收购提议被竞争对手董事会拒绝。接下来，电信意大利首席执行官表示，新的商业计划可能产生近50亿欧元的额外收益，部分可用于派息和促进增长的行动。该公司出售 Sparkle 部门的谈判正在进行，可能很快结束。首席执行官认为，没有理由相信公司将固定网络网格出售给 KTR 基金的计划不会在预定时间内完成。接下来，松下预计其电池制造部门在截至2025年3月31日的本财年营业利润将增长 23%。此前，该部门未达到上一财年的预期营业利润。请看下面这条。中国宣布派遣2艘军舰赴柬埔寨和东帝汶进行训练，该计划可能加剧美国对中国在柬埔寨瑞安海军基地扩建后驻扎军舰的担忧。让我们关注，英国央行尚未准备好降息。专家表示，市场预计央行不会从目前的 5.25% 的利率水平调降，以避免给数百万按揭房主、购房者和借款人带来更大痛苦。货币政策委员会预计将维持关键利率在 5.25% 的16年高位不变，自8月以来一直如此。不过，投资者们热切期待看到是否还有其他成员会投票降息。接下来这条，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为实现未来几年财务目标，正寻求更多削减成本的机会，裁员、提价以及流媒体业务预算削减都在考虑中。接下来，美国政府提高了补充国家紧急石油储备的出价，以应对储备量接近40年来最低水平。能源部将石油出价最高上限定为每桶 79.99 美元，并调整定价公式，为潜在竞标者提供更好的对冲机会。下一条， Roblox 游戏平台的虚拟货币吸引了众多青少年用户，公司将公布1季度财报，证明其增长潜力。Roblox 正在探索新收入来源，例如社交媒体功能、沉浸式视频广告和开发者订阅服务。请看下面这条，美国约1/37的房屋目前被认为严重水下，而南部各州的这一比例则高得多。其中，肯塔基州、西弗吉尼亚州、俄克拉荷马州和阿肯色州的严重水下房屋比例增长幅度最大。下一条，尽管中国政府长期禁止使用 WhatsApp， 但该消息服务最近在中国部分用户中可以不受限制的使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网络限制出现故障的最新迹象，还是北京方面的政策发生了变化。让我们关注，科技巨头重启派息，反映了其成熟稳健的双重身份。这些公司既要保持增长引擎形象，又要回报股东。巨额利润和股市回暖促使企业宣布派息和回购股票，为股东提供稳定收益并吸引更多投资者。接下来这条，美国缉毒局将大麻重新归类为危害程度较低的药物。大麻公司 CEO 表示，此项举措早已应运而生。这一提议需要经过漫长的程序才能最终确定，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这并不会使该物质在美国合法化。但大麻的联邦重新归类一直是大麻行业的长期目标。最后一条是，受散户交易回暖推动， Robinhood 1季度创纪录营收和利润，股价盘前大涨，比特币和美股创下年内新高，散户交易复苏势头强劲。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